接下来改进的视频是关于三绿度刚出的新的实战球鞋 AG4，但是我想从去年开始，因为我去年最喜欢的三绿度实战球鞋就是这双 AG3 Pro 高帮，我觉得它很适合我的打法，所以我特别期待试一下它的底帮。除了底帮，三绿度给我发了这个配色，第一次试了它，发现它的脚感跟高帮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前掌这块有点薄，所以我发力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我的鞋离地非常轻，然后我用它做一些简单的上篮、扣篮，我落地后会感觉到我膝盖不舒服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说它的实战感受的事儿，因为我觉得它不如这个高帮不久。今年刚开始最喜欢的三绿度的实战球鞋就是这双 Big Sun 4.0 Quick。对我来说，它的实战表现不错，但是我听很多人说它的鞋面会改脚，我没有发生这个问题。我一般很少有鞋面会改我的脚。一会儿继续说它，因为后面有它的事儿。然后我上次去了邯郸参加三绿度的活动，为了两双鞋子 ，Supernova 1.0，而且这个 Big Sun 4.0Switch。这双鞋子我觉得它的细节非常丰富，设计师做了一个很不错的design。刚开始我穿了这双 Supernova 1.0，后面换了这个。打完了球以后，我觉得最喜欢就是这双鞋子，因为这个它的中底我觉得有点硬，不是很适合我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收到的实战感受。但是这个它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偏大一码，我第一个配色是45，它有点像个46，非常非常大，所以三绿度给我发了这个44，当时44刚刚好，我觉得最好是44半，但是三绿度没有半码。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这双鞋子你需要一个腿部力量，如果腿部力量不够的话，我觉得你不会喜欢，因为这个单板。然后上次三绿度来北京做三绿度的一个活动，为了这双鞋子 Big Sun 4.0 Quick 的 Pro 版本，普通版本 Pro 版本。这个 Quick Pro 版本在媒体比赛我穿了它打了大概1个多小时，那时候我觉得它的实战表现不错。然后我回家后我自己穿它去训练球，我发现它的中底太硬，就是前掌环针太薄。如果你特别喜欢整体感的话，你会喜欢它。后掌环针我觉得够用了，所以我是这样想，我想要的 Quick Pro 版本就是这个中底加上这个鞋面就完美了，但是没有，所以我目前更喜欢普通版本。如果你是大体重或者你比较关心环境的话，这个不会适合你。但是真的它好帅，非常帅。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说一下，为什么第一次穿了这个 AG4 我有点害怕，因为它的透视到 AG 系列的球鞋都很沉。然后刚出了这个 AG4，我发现它非常的轻。我有点害怕戈登他自己不会喜欢这双球鞋，直到我们去参加他的活动，因为他来了北京，然后现场有很多 UP 主问了设计师，为什么戈登的鞋子突然变成这么轻？然后设计师说是戈登自己要求的，所以我说如果戈登自己要求这么轻的球鞋，那我放心了。因为这个 AG4，我觉得是目前最好穿的三绿度的实战球鞋。它特别轻，它的脚感非常舒服，很软弹，它的抓地力没得说，变态，脚踝锁定厉害，鞋带系统没问题。但是它有一个问题是它偏大，好像1码，它跟 Supernova 1代一样，所以我只能说我可以试一下44，试了44后，我可以跟大家更新它的实战表现。但是目前我觉得是三绿度的 No.1 的球鞋。很轻。然后后面呢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一个想法，就是很多品牌喜欢做高帮，我没有问题，因为有的高帮非常好穿。但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喜欢低帮的球鞋。我希望如果品牌想出一些低帮，从高帮到低帮的话，不用改中底，因为改中底它跟高帮不一样了。比如说雨帅14高帮跟雨帅14低帮完全一样的，就是把高帮的上面切掉，然后给你的低帮。但是雨帅17高帮跟雨帅17低帮完全不一样，重底不一样了。还有一双就是 AJ12高帮跟 AJ12低帮完全一样，他们把上面切掉，然后给你一个低帮。我希望
后面的国产球鞋，如果想给消费者做一个低风的话，请考虑一下。这个 Pixel Mono Sport，I'm out。